欢迎回来。当地时间周四凌晨，应美方邀请，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参加当天开始举行为期2天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外界注意到，就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夕，美方却在利用国务卿及防长对日韩两国的访问以及涉港问题对华施压。中国外交部周四强调，试图搞麦克风外交、带节奏对华施压是枉费心机。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周三在安克雷奇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就指出，中方不会为了做出妥协和让步而来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希望双方带着诚意而来，带着更好的相互了解离开。据双方商定，中美双方高层战略对话在2天会期中将举行3场会议，首场会议将在当地时间周四下午举行。此次对话是拜登政府就职后中美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面对面沟通，因而备受外界关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认为，双方对这次对话都相当重视，都做了很多准备。他表示，中方并不指望一次对话就能解决中美之间所有问题，所以对这次对话也没有过高的期待或者幻想。我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开端，双方能够开启一个坦诚的、建设性的、理性的对话和沟通的过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次对话就是成功的。简而言之，我希望双方带着诚意而来，带着更好的相互了解离开。在这次对话当中，一定会有激烈的交锋，因此呢，中方对于这次的对话并不抱很大的希望，但是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强。通过对话呢，双方可以加强之间的沟通。因此呢，崔大使说能够带着理解而离开，那就算是会谈取得成功了。中方有定力，中美在很多领域中仍然有合作的必要，这是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过，外界注意到，中美高层即将会晤之际，美方营造的气氛并不友好，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调门。周二、周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赴日参加2+2会谈，两国会谈中卖弄美日同盟基石作用的同时，还将中国描绘成破坏稳定的靶子。两国联合声明中更罕见直接点名中国，宣称中国的行动不符合国际秩序，再次确认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对象包括钓鱼岛，并就中国的南海主张和香港、新疆所谓的人权状况等进行无端干涉。而布林肯与奥斯汀在随后访韩时也妄图如法炮制，对华施压。此外，在美国主导下，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日前首次升级为领导人级别的视频会议，议题涉及印台地区的海上安全、疫苗合作、关键技术、稀土安全。值得玩味的是，会议全程没提一个中国，却是处处针对中国，意图打造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构筑恶华包围圈。有分析认为，美方一系列举动意在拉拢盟友，以便在此次战略对话中以优势地位面对中国。对此，崔天凯大使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要发展双边关系，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只希望任何这种双边活动不要以第三国为目标，不要损害第三国利益。崔天凯直言，美方造势的做法无异于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用处不大。可能有的人认为，在跟中方见面之前，先找一些别的国家谈一谈，发点声音，造点声势。我觉得其实这个做法没太大必要，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就跟有的人一个人走夜路会唱歌给自己壮胆，其实没有多大用处。有什么问题要跟中方谈，尽管可以面对面的摊开来谈。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在就任美国国务卿的前后，一直在人权、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还多次宣称美国必须站出来捍卫价值观。周三，布林肯就通过美国国务院发布了至少2份对此前美国所谓香港自治法的更新版报告，对24位中国官员实施所谓制裁，其中包括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及其他10位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香港特区官员。
实际上，所谓香港自治法炮制于去年7月，紧随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而此次美方再次搬出正是企图报复中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再度上演对中国内政赤裸裸干涉的戏码。对于美方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周四发表谈话，强调美方以香港事务为借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十分蛮横恶劣，中国全国人大表示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在回答记者美方这些行动会否影响这次中美之间会谈的氛围，中方会否因此降低自己期待的提问时，崔天凯明确表示，我们也会在这次会谈中清楚地表达我们的立场，不会为了营造某种所谓的氛围，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在这些核心利益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这也是我们将在这次会谈中清楚表明的态度。如果认为我们为了这次会谈所谓有成果，就会答应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要求，我劝人们最好放弃这种幻想。这种态度只会把会谈引向死胡同。如果有人认为中方这是带着诚意来到阿拉斯加这样一个还是冰天雪地的地方，就是为了做出妥协和让步的，那我会建议我在北京的同事们趁早就取消了这次旅行了，何必费这个麻烦跑来呢？所以希望有关的人丢掉这种幻想。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日美方出现一系列涉华消极言行，发生在中美即将举行高层战略对话前夕，时机耐人寻味。中方同意参加美方提议的这次高层战略对话，体现了中方对重启中美对话交往、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建设性态度。中方将在对话中就有关问题表明我们的立场和关切，所有可以谈论的议题都是摆在桌面上的。我想强调，对话能否取得积极成果，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本着诚意和建设性态度进行对话。试图搞麦克风外交、带节奏、拉帮结派、对华施压的做法，是枉费心机，也毫无用处。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对话，同美方充分沟通交流，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拜登政府最新的一些动作也引发外界对中美经贸问题走向的关注。当地时间周三，拜登提名的戴奇以98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参议院投票，成为美国贸易代表，负责处理特朗普任期内遗留的贸易问题，包括决定是否继续对华征收关税。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特朗普用来对外征收高额关税并谈判一系列大小贸易协定的机构。过去几年，这一职位显得格外重要。美媒认为，戴奇上任后有3大重任：修复因贸易战而受到打击的盟友间的经济关系，决定是否对华继续征收关税，履行拜登在竞选期间对华保持强硬态度的承诺。经贸问题也是此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关注点之一。有观察指，在贸易问题上，美国民主党的内部分歧非常大。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贸易协定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他的内阁成员也表示会暂时保留加征的关税。中方在会谈中，我想一定是会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存在，一定是要通过世贸组织的规则来解决，由世贸组织来做出仲裁，不是美方说了算。在这次会谈中，经贸摩擦如何化解是这次重要的一个议题。我想呢，经过双方的这个沟通呢，不至于再回到像特朗普政府时期相互打关税战的那样一种局面。军事安全领域也被认为是此次对话的重点议题之一。2月上旬，拜登在访问五角大楼时宣布，在美国国防部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制定美国对中国战略。本月1号，美国防长奥斯汀向中国战略工作小组下达行动命令，要求这一小组立即开始工作，并在4个月内的时间里得出一份完整的、详细的战略报告。按照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说法，预计这份报告的内容将包括一整套对华战略态势分析、现有战略审查与后续战略动作的建议等。报告重点估计将突出切合实际、可操作性等要素。此外，对于保密因素，这份报告将不予公布，直接送交拜登总统案头。中美之间的在军事安全方面的矛盾，
我个人认为它主要是表现在像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是吧？包括台海局势，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应该就这些无法马上得到解决的问题，达成一个分期管控的这样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分歧解决不了，那么可以放在那儿，使它不至于失控，不至于会发生擦枪走火的这个事件。